西游记》博大精深，里面很多细节都值得回味。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大家思考过没有？其实按照孙悟空所犯下的罪行一一落实，恐怕有1000个头都不够砍的。然而我们发现，孙悟空屡次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下面咱们就来谈谈下这个问题。所犯的罪行，学艺之前的孙悟空无疑是一个好猴子，刚出生就知道参老天、拜菩萨，很有慧根。到达方寸山的时候，他对菩提祖师无意间说了下面一番话，令人动容：我无性，人若骂我，我也不恼；若打我，我也不嗔，只是赔个脸就罢了。一生无性。孙悟空的这句话是否像极了西方的耶稣？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。然而学艺成功后的孙悟空却像换了一个人，一出门就刺啦带闪电的招惹了一大帮的存在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刀劈混世魔王，这个还情有可原，勇闯龙宫，夺得金箍棒和一身披挂，大闹地府，篡改生死簿，罢官弼马温，私下天庭，勇斗天兵天将，自称齐天大圣，偷蟠桃饮用酒，盗窃仙丹，最后更是怒闯天宫，企图将玉帝拉下马。就孙悟空闯下的这些祸端，100个他也必死无疑。拿几个例子做对比，大家就明白了。猪八戒调戏宫娥，就被玉帝下令斩首，如果不是太白金星出面，恐怕刽子手就会向玉帝展示一颗偌大的猪头。沙僧只不过打碎了一个玻璃盏，就要伏诛，若不是赤脚大仙，沙僧也要玩玩。在原点的二郎神母亲，她是玉帝的亲妹子，只不过思凡就被镇压在桃山之下，不得解脱。可见在天庭，只要一个小小的过错，就能引来杀身之祸。那么孙悟空犯下种种罪行，而且个个比上面的要严重的多，为什么他不但没死，最后还成为斗战胜佛呢？5位大佬撑腰，如果说孙悟空没有任何背景，我反正是不信的。那么他背后有几位大佬帮他撑腰，又是为什么给他撑腰呢？下面一锅粥就来推测下，如果有不当之处，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里批评指正。花果山第1代主人，第1位是个神秘的大佬，具体是谁，留给大家来猜。这里一锅粥只给一些线索，以证明它的存在。第一点，孙悟空第1次进水帘洞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石锅石碗，可见在他之前早就有人生活，而这个人就是花果山第1代主人。第二点，花果山是3界最佳的修行圣地。我们知道3界之间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好的洞府一定会引来大量神仙妖魔的聚集，然而孙悟空却可以在这里称王称霸，而没有大佬级别的人干扰，足可见花果山第1代主人的厉害。第三，大家回想下，镇元大仙为什么要与孙悟空结拜？他实力强劲，连观音菩萨都要让他3分，福禄寿3星更是他的晚辈，他为什么要屈尊降贵与猴子结拜？看到武庄关门口的对联，我恍然大悟，那对联是万寿山福地，武庄观洞天。大家回想起什么没有？没错，花果山水帘洞里也贴了一张类似的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，花果山与武庄观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。我认为是花果山第1代主人曾经去过武庄观，而且种下人参果树，并收了一个徒弟叫镇元大仙。因为他与孙悟空有渊源，因此猴子相当于镇元大仙的小师弟。菩提祖师也是孙悟空的监护人之一，是他将一个少不更事的猴子培养成为大闹天宫的存在。孙悟空的诸多技能包括大品天仙诀、筋斗云、地煞72变、护身法、隐身法、避火诀、避水诀、法天象地等诸多神通都是由他所授。孙悟空能够大闹天宫，他功不可没，因此菩提祖师也算是猴子的保护者之一。不过他的使命只是教授猴子本领，日后的路上自有强大的人来继续扶持孙悟空。太上老君，其实太上老君也是猴子的扶持者之一，大家应该注意过，偌大的兜率宫一个人都没有，孙悟空大摇大摆地进入，直接到炼丹炉旁边捡仙丹吃。如果不是老君刻意放水，他能这么轻松得到仙丹吗？别忘了，
取经的时候，老君的童子和坐骑几乎都能吊打孙悟空，人家盛丹盛水的瓶子猴子都躲避开，金刚镯更是收走了金箍棒。如果当初老君用这些法宝来对付孙悟空，还用得着请如来佛祖吗？根本不需要。后来老君将猴子扔进炼丹炉，猴子也没有被烧死。其实那是老君为了炼化猴子体内的杂质，让猴子的护身法更进一步，难怪后期连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也打不动。那么老君为何如此照顾猴子呢？道理很简单，老君是开天辟地之祖，又曾经解化女娲炼尸补天，而孙悟空正是天地孕育而生，两人大有渊源。如来佛祖，其实如来佛祖对孙悟空也是好的离谱。当时猴子与玉帝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，因为猴子大放厥词，玉帝可以容忍一切，唯独不能容忍他揭竿起义。当猴子还在喋喋不休时，如来赶紧阻止，不当人子，折了你的寿算，趁早皈依，切莫胡说。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顷刻而休，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。那么孙悟空的本来面目与如来有什么关系呢？原著明确说明孙悟空的前世是佛门众宝摩尼珠，当然与佛派有联系了，他本身就是佛门的产物啊。关于这点的证据，之前的文章明确回答过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感兴趣可以翻翻之前的文章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只发现孙悟空背后有这4位大佬为他保驾护航，也许还有其他人，如果大家找到了，欢迎分享到评论区。因为有这4位大佬站台，孙悟空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，还是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最终弃道入世，成为斗战胜佛。没有谁能够随便成功，孙悟空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底蕴，恐怕闹地府的时候就被人家当场擒拿了。要知道孙悟空在生死簿的魂字部也才排名1350位，你何曾听说动不动就有人闹地府？地府的底蕴根本就不是猴子看到的那么简单，现实生活也是如此。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，说不定人家也有独特的资源呢。当然背景资源也不是万事万灵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，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。孙悟空的经历只在西游世界才能成功，放到现在恐怕不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